พวกเรากำลังกินหมี่อยู่บัตรประชาชนอะไรพวกเราทำผิดอะไร阿布是个背负神秘过往的男人，没人知道他究竟经历了什么。现在的他沉默寡言，一顿要吃很多饭，因为吃饭饱会让他觉得心里踏实，觉得自己还活着。香港毒枭马爷为躲避国际刑警通缉，藏身于离岛的一间寺庙。雷电交加的夜晚，庙里灯火通明。阿布像头野狼般隐匿在夜色中，伺机而动。马爷许是亏心事做得太多，即使在寺庙里也一整晚心神不宁。电闪雷鸣之际，阿布快速出手解决了门口几个小弟。马爷直觉不对劲，他拿起一把关公刀冲了出去。阿布却不知何时已经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马爷背后，两人迅速交上了手。阿布脚踢肘击出招又快又狠，赤手空拳就将马爷打得节节败退。马爷挥舞着长刀却难以近阿布的身，阿布存着必杀马爷的心，便不再拖泥带水，一记杀招取了马爷的命。随后他拿起马爷的关公刀，将他的头颅斩下装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背包里。马爷桌上的手机不断响起，来电显示是老婆，电话一直无人接听。马太太十分担心，便派了手下即刻前往离岛。第二天一早，阿布准备带着马爷的手机离开小岛，却被告知台风即将过境码头，所有船只已经停航，阿布只得暂时留在岛上。与此同时，马太太派出的肥荣一行人坐着最后一班船上了岛。阿布返回岛上，想要找个地方吃点东西，但因为台风来临，所有门店基本都已打烊。阿布路过一棵大树时，看到了树干上的一猫一人，女孩正哄着猫咪到自己身边来，没想到下一秒就脚下打滑摔倒，眼看就要摔到地上。阿布眼疾手快上前将其接住，女孩惊慌之下扯坏了阿布的衣服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他带着阿布回了家。阿布向女孩借了针线，自顾自缝补起了衣服。两人闲聊中，阿布得知女孩名叫小何，是岛上的警察。阿布还是比较在意能不能吃到饱饭。小何告诉他有一家台风天也召开的小店，便提出带阿布过去，但是要他请客。于是两人来到智叔的面馆。智叔是个热心市民，和从小就立志当警察、伸张正义的小何志同道合，两人十分熟稔。阿布要了5碗面，准备和小何开吃时，听到广播里正在播报一条通缉劫匪的信息。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店里的另外3名食客，三人看起来和通缉信息十分吻合。小何也是个虎妞，他马上站起身走到3人旁边，出示自己的警官证，并要求3个男子出具身份证明。旁边一个绿巨人一样的男人像捏小鸡一样掐住了小何的脖子，任凭小何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。智叔见状连忙遁走报警。阿布本不想多生事端，却也无法见死不救，他飞身上前一脚踹开绿巨人，两人瞬间扭打在一起。小何也对上其中一个迷彩衣男。阿布和绿巨人体型悬殊，但还是凭借灵巧的走位和迅捷的出招弥补了体型短板。小何虽然也有1、2招傍身，但在力量上却远不及迷彩男。关键时刻，阿布飞身而起，一个顶膝狠狠撞在迷彩男头上，迷彩男应声倒地。紧接着，阿布又一脚踢在绿巨人太阳穴，绿巨人轰然倒下。这时，一旁淡定吃面的男人喝光碗里最后一口汤站了起来。本以为男人如此冷静应该是个难缠的家伙，没想到他只是个平平无奇的干饭人，在阿布的猛攻下没有丝毫还手之力，刚吃下去的面全都被打得吐了出来。連食個飯個樣都可以咁暴力㗎！3個劫匪被制服，智叔帶着警察匆匆趕到。小何將阿布帶回警局，希望他能幫自己錄個口供。離島警察局幾十年都沒破過什麼大案，這次能抓住在逃通緝犯，局長關公十分高興。小何不敢鞠躬，連忙說阿布才是抓賊的主力。關公上前握住他的手，激動地表示一定要給他頒發一個熱心市民獎，這卻引起了警員泰山的不滿。泰山對小何傾慕已久，見小何對阿布態度親近，心裡不免有些吃味，於是一邊處處為難阿布，一邊想在小何面前刷存在感，誰料卻總是弄巧成拙，反而讓小何更加青睞阿布。此時，肥榮幾人也終於找到了馬爺的無頭屍體。通過詢問在場的小弟，得知殺害馬爺的是一個提着袋子的男人。肥榮和白乍將馬爺遇害的消息告訴了馬太太，馬太太讓他們無論如何要找到馬爺的頭，保全他的屍體。小何留阿布在警局吃飯，阿布也沒推辭，他只管埋頭乾飯，一個人吃了5個人的量。桌上的一行人還沒動幾筷子，就看菜盤裡全都見了底。泰山陰陽怪氣地說阿布吃飯都這麼暴力。小何忙打圓場說讓廚房的美琪姐再多做些。另一個警員亮寶卻說美琪姐已經回家了。阿布見狀放下碗筷來到廚房，他不僅能吃還會做，馬上利落地炒了個番茄雞蛋和肉末茄子端上桌。幾人邊吃邊閒聊，原來這一桌子都是孤兒。關公高興地說孤兒加孤兒就等於一家人。隨後大家聚在一起給小何過生日，阿布臉上也久違地有了笑意。吃過飯，阿布和小何在天台消食。阿布看着小何脖子上的勒痕，提出教他2招防身。肢體接觸讓兩人之間的氣氛變得有些曖昧，但身上裝了小何搜索雷達的泰山馬上出現打斷2人。他讓阿布吃了蛋糕就趕快離開，然後帶着小何到天后廟附近解決住戶的噪音投訴問題。天后廟就是馬爺藏身的地方。阿布擔心小何有意外，也拿起自己的袋子來到天后廟附近。此時，肥榮一行人正滿大街尋找小弟口中拎着袋子的可疑男人。泰山和小何也來到了天后廟。
庙里的几个小弟正守着马爷的尸体。小何能活这么大实在不容易，在情况明显有异常，且对方人数占优势的情形下，再次无所顾忌地上前掀开了马爷尸体上盖着的白布。随后两人就和几个小弟缠斗在一起，势单力薄的二人显然支撑不了多久。这时阿布的身影闪出，他快速解决两个小弟后，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翻墙离开。泰山只来得及看到他的背影，马爷的尸体被带回了警局。肥荣一行人将此事汇报给了马太太，并让白乍带着两个小弟追上疑似杀害马爷的阿布。这三人完全不是阿布的对手，没等他们找到阿布，阿布先找上了他们，然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这三人全部撂倒。警局内，泰山坚持自己看到了阿布，并认定他和无头尸之间一定有关系。这时，肥荣手下的小弟闯进警局，二话不说就将柴油泼在关公和另一个女警身上。他们拿出打火机威胁众人交出尸体。为了关公和女警的安全，几人只能照办。趁着搬运尸体的间隙，亮宝向小何、泰山使眼色，三人迅速捡枪和混混们拼起了反应能力。最后局势终于被控制，关公和女警也平安无事，亮宝却不幸中弹身亡。你觉得你朋友一个人能打几个？50还是100？姿势体大，香港警方派出大量警力支援离岛。经过他们的调查，死者马天寿是一个跨国贩毒集团首脑，也是在逃通缉人员。在他逃亡的这半年，集团内部所有事宜均由其妻子打理。经分析，杀害马爷的凶手现在极有可能正拎着他的头到处走。警方很快在离岛的小街小巷实施了布控，并在码头设置了卡口。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抓住杀害马爷的凶手，阻止案情进一步恶化。泰山闻言便将自己的怀疑对象阿布汇报给了上级。此时阿布已经来到码头，并顺利通过了警察盘问。这时警察们收到了新的指示，马上拦住了准备登船的阿布。阿布没有反抗，听话地站在了原地。小何也急忙赶到了现场，并亲自对阿布的包进行了检查，发现里面真的是一颗保龄球时松了一口气。他将阿布送上船，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，两人就此别过。肥荣一路跟着阿布上了船，阿布早就发现了他，直接提着袋子坐到肥荣身边，告诉他事情很快就会结束了，船马上就要进港。马太太派来的一群黑衣人等在码头。阿布下船后立刻拦住一辆出租车，这时另一辆车突然刹出，将阿布撞倒，包里的保龄球滚了出来，里面装着的赫然是一颗人头。这一幕被巡逻的警察看到，逃走的阿布也上了通缉名单。得知这一消息的小何失魂落魄地走在路上，两个突然冲出的黑衣人将他绑走。小何醒来的时候已经被绑在一栋废弃的楼房，马太太用他来逼阿布现身。阿布冒着大雨赶来，为了招呼他，马太太安排了不少打手。在马太太的示意下，打手们一哄而上，阿布颇有些以一挡百的气势，他闪转腾挪间不忘快速出击，黑衣人接二连三的倒下。阿布攀上高台继续和打手们缠斗，但即使他身手再好，也无法像个机器人一样不知疲倦地打下去。阿布渐渐体力不支，摔下了高台。小何悲痛万分，不断晃动手腕想要挣脱绳索。这一摔让阿布的膝盖严重受伤，但他还是拼尽全力站了起来，憋着一口气将剩余的打手们全都解决，自己也不知道挨了多少拳脚，浑身上下的骨头几乎没剩下几根好的。看着阿布像个破布娃娃一样躺在地上，马太太拿着一把武士刀走到他身边，她要拿阿布的头来祭奠自己的老公。胸前的狼牙项链救了阿布一命，他翻身将马太太的武士刀死死压住。这时候小何也终于挣脱了绳索，马太太立刻举刀挥向小何，阿布冲上前替他挡下了这一刀。悲痛欲绝的小何一拳将马太太打倒在地，然后上前支撑住阿布摇摇欲坠的身体。大雨如注，阿布告诉小何昨天是自己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，然后便倒在了小何怀里。后来小何找了这几年所有和阿布有关的新闻，终于得知他为何要带走马爷的头。原来在1年前，马爷曾绑架过一个在泰缅边境救人的女护士，作为和政府谈判的筹码。最后双方没有达成一致，女护士也被马爷残忍杀害。后来那个装着马爷人头的黑袋子就被摆在了女护士的墓碑前，用来祭奠她的灵魂。